大家好，不同的人都会有自己不同的大小心事的困扰，而不同的成长经历都会有不同的尴尬情况出现。今年35岁的赵丽颖有着自己的轻易的尴尬，今年25岁的王一博同样也有着自己难言的尴尬，就好像每天早起不知道去穿哪一件的衣服一样，因为下雪就不能穿短袖，下雨就无法穿高跟鞋一样。就好像正在演电影的王一博完全想不到赵丽颖居然会为电影资源费煞了心机，而完全自由身的赵丽颖完全想不到王一博居然在乐欢内部关系相当微妙一样，都是各自各的处境，各自各的烦恼，即便说不出来，也挡不住各自奔涌大海的心照不宣。深度加温度，新闻最专注。每一天的早上、清晨，无论是阳光与否，都是一杯的滚烫的咖啡，唤醒了新闻我老是与别不同的活跃的思维。其中的乐趣就是永远都能够变着法儿，从永远不同的视角当中去剖析王一博，去剖析赵丽颖。因为这个世界本来就是多姿多彩、光怪陆离的。当绝大多数的人都特别喜欢符合其他人的观感和意见，或者从伪光正的新闻联播当中了解到了全部世界的全部真相的时候，实际上大家伙所了解到的或许只是一位歌中颂德太平盛世的裹脚布，或者说打八股。例如我早已经是讲到完全没有自己胃口的，每年都会出现一回的清朗行动、限薪令、中央精神、新规定一模一样。然而呢，打开脑洞无限、脱尘脱俗的想象力，希望我就能够飞越凡尘，看到了更多的美好和更多的动力出来了，也看到了更多的阳光与正能量出来了。对于王一博而言，他的视角也注定是不同的。比如说我专题聊过的王一博在新疆棉的事件前后，义无反顾、脑洞大开、完完全全的破局思维。当时的他真的是敢想敢做敢冒险，甚至他的视角当中似乎早就已经看到了随之而来的沉重的代价，以及来年可期的质的飞跃了。虽然整个的过程当中他的压力都是一种高处不胜寒的孤独感，但是呢他的动力似乎明显更占优势了，这是 99.99% 的人是完完全全看不见的。他的语言明显没有他的灵感来的那么多。这种多维度展现出来的王一博，在新闻我的眼里就是一个相当立体、不形于色，而且特立独行的有趣的存在体了。王一博在我的眼里，与其说是破局者，其实更像是挑战者。这种挑战是一种安全至上、体制框架内的最大的挑战了，仿佛一只踩着红线跳舞的最燃最炸的聪明大猫了。无论狮子还是黑豹，本质上都是王者附体的大猫来的。这些日子新闻我已经是不厌其烦的开篇聊过多期的了。种种迹象表明，社会主义铁拳，或者说社会主义铁锤，即将再次的横扫整个的战场了。中国国家领导人已经对娱乐明星和网络经济的乱象忍到极点了，已经是忍无可忍的了。这种忍无可忍若跟邪教的定性最终的勾兑在一起的话，那么所调对出来的就不是鸡尾美酒了，而是白绫毒药的了。如今的娱乐圈小江湖已经有3大信号释放开来的了。中央的强烈的意志就像烈火一样，开始烧去了资本的矫饰与浮华了。那些徒有其表、别有用心的明星们的噩梦，其实才刚刚开始。其一，
娱乐圈或者说演艺圈现在已经是成为了高危行业了。明星艺人们躺赚钞票的好日子也快到头的了。更加重要的是，这个信号就像及时雨一般的，非常卡点的，非常到位的，刚刚好的浇在了那些怀揣强烈愿望和满腔热血的人头上了，效果跟狗血也差不太多的了。也就是说，那些还在挤破了头要进入到这个圈子当中去实现一夜暴富梦想的年轻人们，是时候该清醒清醒的了。娱乐圈现在僧多粥少，大家伙都丢弃幻想，积极搬砖吧。社会主义娱乐圈将会是一个螺丝钉的堆填场了，再多的螺丝钉也都是回炉的下场。而这个时候的王一博刚刚好就踩准了点了，已经踩在了红线上了，破格上岸了。这就是挑战自己的丰硕回报所在了。一直以来，不少人都特别容易自行困在了舒适度满满的思想框架当中，只有极少数的人，也就是喜欢不停的挑战的人，才会努力的挤进了某些肉眼看不见的制高点上了。因为制高点上的人才能够有十足十的话语权，才能够自己去掌控自己的人生。清朗之下，人微言轻，注定会成为了一种生存的常态了。而王一博现在却自由了许多了，就是由于去年的挑战与破局，让他真的是吃到了爱国的红利了。然后呢，成为了甚至比易烊千玺还要灵光的人了，成为了打破当年套路，拒绝随波逐流的人了。而且呢，他还不局限于一方的天地，在有限的时间当中，他居然还不断的丰富着自己。即便在蛰伏的那2个月当中，他还为自己的翅膀涂上了一层红色的光彩出来，算是闪亮了伟光的羽翼了。这就是挑战者的成功要义和傲娇的精髓了。要知道，打破常规往往是需要勇气的，也是需要拥有击破流言、无视黑粉的那种态度和实力。王一博不仅善于出圈，甚至还勇于破圈。请注意，这圈是个舒适圈来的，就是一个乐华和杜华都眼不见而心不烦的圈子来的。因此，这种破圈往往和代价相辅相成，形影相随了。您如果为王一博担心过、痛心过，您肯定不知道，这些一切都是王一博自己选择的。于是乎，王一博一直都处在了风口浪尖当中，成为了不少人茶余饭后的众矢之的了。毕竟，挑战不是空言。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一定会成为大家伙因着看不穿的缘故，成为了反复议论的瓜皮对象。很多人现在都一窝蜂的在说，王一博的发展的经历真的是很幸运。这些站在了结果上去讨论原因的事后诸葛们，成功永远都不会跟他们同台共舞的。因为明晃晃的吃螃蟹需要勇气和决心，不是去吃瓜皮那么简单。王一博的努力离不开他的决心和挑战。纵观整个内娱圈当中，像王一博这样一模一样努力的人很多很多。然而呢，
为什么没有人能够成功的复刻王一博，或者说甚至于取代王一博呢？答案其实很简单，就是那些敢于挑战自己的人，连挑战什么都还没有机会搞清楚呢。结果呢，王一博已经是挑战成功的了。就像新疆棉的血战成名一样，当时娱乐圈当中有资格去挑战的人，敢去挑战吗？当时娱乐圈当中敢发声的人，又知道怎么去发声吗？于是乎，王一博的挑战就自己成功了。而且呢，王一博选择了，也跟着就无悔了。即便这条路一路都实在是走得太辛苦了，他只要认准的话，真的就已经开始不管不顾的了。坚持就是他再次远超别人的力量所在了。因为在没有人挑战的时候，他就已经率先挑战了。在别人家开始挑战的时候，他其实已经坚持走完了。这就是成功了，和成功背后的大智慧了。广泛的挑战和较真的坚持，双剑合璧，就是王一博穿透力极强的两大成功法宝了。唱歌跳舞，大家都知道，绝非一日之功。摩托滑板，大家也都知道，需要冲破心里面那道恐惧交织的防线。眼神演技，大家伙都知道，需要用心去揣摩和进入所饰演的人物的内心才行。口音、台词，大家伙都知道，都需要熟读剧本，去一字一句的反复的练习才行。所有这一切都不是一日速成的快餐技能，除了需要投入非凡的勇气和大量的时间之外，还特别的需要亲情的热爱，以及冲破阻碍的那种勇气才行。当然了，纯天然的天赋加持也是王一博别人永远都拿不走的看家宝贝来的。外人眼中的王一博总是众星捧月般的光鲜和亮丽，那种酷拽的样子，好像无处不在，好像无所不能一样。奥运期间，这个神奇的小子几乎无处不在的那种存在感，让大大小小的江湖都留下了王的传说了。有兴趣的您不妨自行的留意一下新闻我专门开篇聊到的那些王之点点滴滴。现在国家政策、国家风向再次的风起云涌了起来，这也无妨。站在制高点的王一博已经开始了下一个的挑战项目了，因为挑战才能够让他始终都是独一无二的存在感，因为他就喜欢一直坚持做自己所喜欢的事情，那就好了。他的挑战与坚持，他的自信与坚定，试问环顾整个的内娱圈当中，有多少人能够成为第二个喜欢挑战和破圈的这个王一博呢？即便有人挑战了，有人出圈了，那么又有谁能够在这个机会散尽的日子当中，可以进一步的深度复制王之成功呢？这种挑战，这种的破圈，这份的热爱，加上这一份难得的坚持，很明显都成为了王一博滑翔天空的关键所在了。他就是一个娱乐圈的冒险者来的，对这个更大的云匪江湖，他始终是充满了好奇心。
即便往后的日子当中注定不会好走的，也更加难走的。所幸的是，凭着挑战和坚持，他已经站在了制高点上了。对未知事物的挑战，让他充满了探索的欲望。这种欲望必将促使他坚持到下一场的狂欢当中。王一博的人生暂时没有设限，只要是他再次认定的事情，他就肯定会擦亮自己的翅膀，直冲而去。那么现在，中央严密注视下的那个岌岌可危的娱乐圈小江湖，缓缓释放出来的第二大狼烟信号又是什么呢？对江湖儿女云匪夫妇王一博、赵丽颖又有什么样的影响呢？这第二个明晃晃的信号，就是那些压根儿就没有想过先富带动后富、高度觉悟的明星们，他们个个都危险了。所谓没有金刚钻就别揽瓷器活儿，那些老是招摇过市、老是炫富8000万，也老是顶风作案的无脑秀逗的明星们，成为第一波割之不尽的娱乐韭菜新生品，永远都是实至名归的了。现在洗干净自己的脖子，被国家快乐收割，已经不是唯一的选择了。唯二的选择还有让自己社死收场、身败名裂的份儿了。社会主义显微镜加上社会主义铁拳的套装，或早或迟都属于那些一直寻思将巨额偷税漏税得来的那些财富藏匿起来的明星大腕们。这些人不懂得自找体面的话，迟早有人会帮他们找到体面的。去年河南水灾的时候，我已经专题的开篇过了，聊到过王赵姐弟王一博和赵丽颖了。而且呢，率先冲上抗洪第一线的王一博，国家后来还是给了他更多意想不到的荣誉和红利了。这就是所谓的体面了。作为一名艺人，王一博能够得到国家级别的各种闪亮的头衔，而且还能亲身的参与到国家级别的各种晚会与活动当中去，这无疑就是党和国家赋予的最高的殊荣所在了。有趣的是，王一博并没有因此就主动的去霸屏，去花式的骄傲，他反而是更加的低调，更加的沉稳了，而且是更加的谦逊有礼了。因为我老是说，施比受更有福，而且我还为此举过了大量云匪夫妇的例子出来，跟大家伙分享过。有兴趣的您真的需要自行的回顾一下，因为人类就是善忘的动物来的，只有经常的捡起记忆的贝壳，我们才会知道有一种福杯就是满溢出来的。因为切的感恩，因为施比受更加的有福。站在舞台上的王一博是一名杰出的文艺工作者，而站在舞台下的王一博同样又是一名酷帅的平凡大男孩。这两种状态恰恰好拼凑起来了一个最真实的王一博出来了。长江后浪推前浪，大浪淘沙成最强。世事难料，政治诡谲，善于长袖舞台，善于收敛奢华的王一博，注定把最好的那一面都留在了掌权者们的眼中了。他的青春既充满了挑战的快感和胜利的豪情，
同时呢，他也把最强的优秀都留在了自己的舞台上了。在这个顶流加主流的巅峰之上，2022年的冒险，王一博已经正式开始。同样的，同一个世界，同一条船，2022年的抉择对赵丽颖而言也刚刚开始。今年这个相当热闹、票房刷新的春节黄金档当中，85后的小花们几乎没有一部属于他们自己的作品上线。无论电影还是电视连续剧，大家伙都全部的挂零了。去年的这个时候，好歹有杨幂带着自己的刺杀小说家挤进了春节档当中，圈了把钱。即便那个时候的她并不是绝对的主角，也只是露了一把脸而已，但是呢，成绩单还是有的，也算上交了。可是呢，1年之后，这个2022年的春节，85后的小花们个个都缺席了，这情况非常的罕见。其中最让人唏嘘不已的就是赵丽颖那部原本说好的，突然之间又被革命证据挤兑跳票的《幸福到万家》了。既然大家伙今年都没有电影和电视连续剧齐齐的拿得出手，85花们就只能另辟蹊径，重整河山的了。其中那个办法想得最好，也做得最出色的85花领头羊，还是敢于挑战和坚持到底的那个赵丽颖了。要知道，前前后后，她为了出镜所做出的牺牲真的是相当的巨大。为此，新闻我也是专题的开篇聊过几次的了，个中的不容易真的是不容忽视。赵丽颖今年算是第一次登上了央视春晚的大舞台上了，因此呢，她真的是整个人都豁出去的了。只是为了擦出今年最美的火花出来，她这次和王俊凯、朱一龙、郁可唯一起，作为坚守到最后的压轴艺人，演唱了歌曲《欢乐时光》。这种场合加上这个时间点出现，明晃晃已经是不考唱功、不考专业的了，考的是他们的元气和状态到底好不好呢？考的是他们的笑容和光彩到底够不够灿烂呢？考的是他们的精气神儿到底够不够足呢？很显然，这个拼命三娘赵丽颖真的不是盖的，不仅每一条的标准都完美的达标了，甚至晚会过后的赵氏精神气儿更是加入了大量的情商和脑洞了，成为了大家伙心目当中的最大的赢家了。要知道，为什么新闻我会这么说呢？您如果想要知道为什么新闻我会这么说呢，不妨自行的回顾一下赵丽颖专属的春晚笑点啊，开心吐槽了。当晚的赵丽颖一袭红裙，笑容甜美，虽然困顿也可见，却也鼓足了自己的干劲儿出来了。本来因为知否应是绿肥红瘦，赵丽颖一举赢得了相当不错的国民好感度。这一回呢，再次的和小公爷朱一龙2度的合体了，真的是勾起了无数人的追剧的回忆出来了。跟着呢，第二天各大媒体继续的登门采访，让赵丽颖谈一谈这一回上春晚的各种的感受。结果呢，戏精上身的这个赵丽颖直接在现场模仿起来了宋丹丹出来了。这么一种现场即兴骚操作，算是猛拉了一波网友们的好感度了。和王炸弟弟王一博一样，赵丽颖再累，其实她也不会说的。即便
他们选择的不同寻常的路，其实都很辛苦，唯有依靠自我的挑战、专注的热爱，以及源源不绝的能量、勇气和坚持。这姐弟两个在春节期间都表现得相当的出彩。无论如何，国家的钦点和祝福，春节期间就这两位收获的最多了，因为他们也实实在在的付出的最多了，能够把爱好化成为了标签，能够把热血注入到了激情，而且还一同的坚持下去，最终变为了闪闪发光的荣誉和冠冕，成为了别人家提到就能够想到的真实的存在感了。为此，江湖的风雨再大，这种低调和不妥协，这种认真和不放弃，让这对85后和95后都在安全的顶峰之上，笑傲了整个的江湖了。当然了，对于整个的风雨飘摇的娱乐江湖而言，涌动的江湖水都是暗处的杀伤力来的。最近口口声声邪教和邪教式的习近平总书记亲自举起的严打的大棒，到底意欲何方呢？在新闻我永远都与别不同的眼里，第三个明晃晃的信号，那就是明星和资本互通款曲，彼此勾兑，两界通吃的那一种滑头商人和明星们都必须悬崖勒马，及早收手的了。现在资本逐利赚钱一直都是不可调和、不可改变的原罪属性来的。然而呢，有所为也是要有所不为的。天价片酬被禁之后，娱乐阳光之下，就不能继续的呼风唤雨、藏污纳垢的了。一切躲在背后的操纵一切的资本的黑手，被一个个的打靶，一个个的揪出来，似乎指日可待的了。这跟党和国家的铁锤力度实在是息息相关的了。邪教这个词儿一出口，资本便开始惶惶不可终日的了。明星背后是粉丝，粉丝背后是资本，资本背后现在就变成了邪教了。一切都是那么的荒诞离奇、不可思议。因此呢，对于赵丽颖而言，这是好事，也是挑战，而且还是下一个更大的挑战所在了。因为邪教和黑手一日被斩，那么赵丽颖的耳根就一日清净的了。而挑战不能不说，还是一个依旧严肃、依旧严峻的老话题来的。2022年，这群85后的小花们都没能够在这个春节黄金档给大家伙呈现出来任何一部作品出来，即便流量依旧在，只是几度夕阳红呢？这个尴尬现象的背后的原因，在新闻我的眼里，其实有那么两个。这两个原因足以让85后的小花们一道无奈，一起沉思的了。第一个原因就是几位85后的小花们老是打不进主流的电影圈当中。更直白点去说的话，就是主流电影圈根本就不接纳他们。这些85后小花的成名之路，大家伙现在都已经耳熟能详的了，特别是熟悉本频道的朋友们，因为这些85花们刚刚好就坐上了古装偶像剧光速发展的顺风车了，他们都轻而易举的就获得了60后、70后演员们通常需要辛辛苦苦打拼10几年才能够积累起来的江湖阅历和江湖地位。于是乎，盛世中国瞬间之时，万千宠爱，众星捧月，
亿万的粉丝们都为他们疯狂呼喊，倾倒众生了。很显然，这样的人气高调与粉丝疯狂，在正统的主流电影圈当中是不被认可的。这就好比艳压湘江绝代佳人的李嘉欣，为了结婚，突然之间出现在了向来讲究体面和门面的南方的豪族家门口一样。强烈的不适应、不信任和由衷的怀疑感，注定会产生出哪怕近在咫尺的那一种10万8千里的心理距离感出来了。所以呢，主流的电影圈一直都把85后的小花们拒之门外了。就算偶有合作，也都只是把他们视作拉拢票房的快线工具而已，而不是真心实意的去想让他们去拍摄一部能够双赢冲奖的优质电影出来。这种深层次的矛盾挺无解的。之前有过这么一个类似的话题，热度一度几乎翻天的了，那就是为什么主流电影圈看不上杨幂呢？这个问题底下的所有的回答都相当的深刻，相当的精辟。杨幂的演技从此算是永恒的躺在了思考的祭坛上了。因为杨幂的缘故，有些人不禁的延伸开了这个话题和问号了。也就是说，为什么85后的小花们很难挤进主流的电影圈当中呢？第二个原因就是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怪圈理论了。也就是说，目前为止85花的转型依旧是在尚未成功尴尬当中。今年春晚的舞台上纵情高歌的那个赵丽颖，就是这么一个无奈的尴尬的无奈了。幸福大玩家已经说好了要在黄金档的时间登陆央视的8套，和翘首以待的观众朋友们见面了。这说白了就是赵丽颖最激动人心的高光时刻了。因为这部标志着赵丽颖成功转型的作品一日上线，那么实力上的升阶和转型的最后的变现就会成功了一半了。然而呢，就是没有然而。这部幸福一天不跟观众朋友们见面，赵丽颖的变现之梦就一天都不能真正的转化成为青衣之梦了。而且新闻我也说了，上线还只是成功一半而已。就算是真的和大家伙最终见面了，大家伙对于这部作品的最终的评价到底会怎么样呢？这还真的是很难说。比如那部赵丽颖、董子健、肖央3个人联合主演的悬疑剧《谁是凶手》，就是这么一个很好的例子了。就跟我之前深入分析和探讨的那样，赵丽颖在该剧当中所饰演的沈宇是个背景复杂的病娇人设，而人设背后堆积起来了很多能够直戳观众痛点和泪点的深层次的元素。然而呢，眼神杀大开的赵丽颖并没有给大家伙带来更多丝丝相扣、缜密配套的惊喜感出来。赵丽颖的演技实在是跑得太快了，也跑得太孤独了。背后是一大片支离破碎的烂尾梗、脑回路和脑死亡。因此影评评分现在还在走低当中，这真的还是非战之罪。在85后的小花当中，演技已经算是天花板的这个赵丽颖，阴差阳错的老是碰上了运气的桎梏了。她都这样的话，更不要说其他的花了。目前为止，不能否认的是，85后的小花们依旧还是流量的化身，是人气的符号。
央视、卫视就特别的喜欢争抢这些人气出众的8·5花，这不是没有道理的。这一届的小花依旧是未来几年当中各种晚会、盛会收视率提前保障的重要的加成来的。花开花落，缘起缘灭。无论如何，今年的中央精神在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指导和亲切关怀下，一旦再次的雷霆出手了，那么所有顶流演员们的计划都注定跟不上变化的。邪教是圈钱，必定会血债血偿的，肯定会重罚加码都要吐出来的。所谓出来混，迟早都是要还的。这种功夫思想下的秋后算总账，肯定是一个都跑不了的。中央精神3大信号，虽然我已经是说了老半天了，您觉得这些最高级别的2022年的最强信号，到底会对云匪夫妇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说白了，现在的中国娱乐圈只是一个排队挡枪口均贫富的行业饼而已。但凡跟思想跟市场息息相关的各行各业，现在都是相当高位的行业来的。新闻、媒体、互联网这些个行业其实已经逐一被国家收拾过的了。现在是轮到了教培行业了，轮到了影视娱乐行业了。这些领域继续姓党，继续受控，目的只有一个，这您懂的。有些人说以前以为北朝鲜是我们的过去，现在发现北朝鲜原来是我们的未来。这么一种的调侃有一些用力了。无论如何，对于云匪夫妇赵丽颖和王一博而言，且行且珍惜就够了。而对于所有爱与哀愁的粉丝们而言，同样的，且爱且珍惜就够了。毕竟，爱与不爱，实力都在。